美国大神徒手爬上台北101，全场都在欢呼啊！结果这个气儿吧还没喘匀呢，赖清德和蔡英文啊就跟闻着味儿似的，噌一下就跳出来了。一个极限运动啊，硬生啊被这两人搞成了台独秀场。人家呀爬的是楼，这俩人蹭的是什么呢？是脸都不要的政治流量。那今天啊，咱们就来扒一扒这出荒诞的硬蹭闹剧。1月25号啊，台湾省那个台北101大楼出大事了，可不是地震啊，也不是着火，是个好事儿，也是个惊险的事儿。美国那个玩极限运动的大神，叫什么艾利克斯·霍诺德的，就是那个拍徒手攀岩拿这个奥斯卡那哥们儿啊。这个哥们儿也是真猛啊，手心也没汗，心里也没个怕字啊，愣是徒手啊！注意哦，是徒手啊，没有挂那些乱七八糟的绳子，把那个508米高的台北101大楼啊给爬上去了。这事吧，你要是光看体育层面啊，那绝对是牛，人类极限嘛，值得鼓掌。但是啊，这个霍诺德啊，前脚刚翻进这个顶楼栏杆，气还没喘匀呢，后脚吧就有2号人物啊，哎呦，跟那守株待兔似的，噌的一下就跳出来了。谁呀？赖清德啊，还有那个已经退休了但是没有歇心眼的蔡英文。这两位吧，他几乎是同一时间啊，在那个社交媒体上发了声明。你要是没有看那个声明吧，你肯定会以为，他们说的是，哎呀，恭喜霍诺德，注意安全，欢迎来喝珍珠奶茶。错，大错特错。人家那个小作文写的，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哦，不对，是在乎台独之间也。赖清德说什么呢？他说啊，今天世界不仅看到了101，也看到了台湾的精神与美丽。蔡英文呢，那就更直接了，大白话就是啊，感谢霍诺德呢，让台湾与世界连接。你品品哦，一场纯粹的惊心动魄的极限运动，这硬生生的让这两位给撒了一把政治胡椒面儿，瞬间就变了味儿了。首先咱得先说这个蹭热度。那现在人呢不都讲究个流量吗？我看这个赖清德和蔡英文那就是被政治耽搁的网红啊。霍诺德是谁呢？那可是世界级的极限运动明星，自带流量光环啊。他爬这个101啊，那是人家挑战自我，也是商业活动，跟你有半毛钱关系吗？是你赖清德给他递的眉粉吗？还是你蔡英文给他擦的汗？都不是哦。人家爬楼啊，是因为楼在那儿；这两位发文呢，是因为热度在那儿。你看这个赖清德那个话说，让世界看见101，也看见热情的台湾人。这话听着吧，挺温情，其实全是套路。这就好比咱们村里面来了个大明星拍戏，你非得凑过去合个影，然后发个朋友圈说，看这个明星特意来看我们村王二狗，说明王二狗很有国际影响力。这不是扯淡吗？这也不是操作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们不是在为运动员喝彩，而是在打自己的小算盘。他们这是在搞植入式广告，通过这种国际关注的大事件把台湾这个概念单独拎出来，跟中国切割开。这话里话外都在暗示你看，台湾是一个独特的跟对岸不一样的实体，我们有我们的风景，我们有我们的热情，我们跟世界是直接连接的。特别是蔡英文那个让台湾与世界连接这个词儿吧，都用了8年了，我都听出茧子了。我就纳了闷了，台湾呢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中国本来就是世界的一部分，你本来就在世界里，你连接个什么劲儿啊？非得把这根线呢单拉出来，这不就是想搞去中国化那个小心思吗？以前呢是 WBC 棒球赛，只要这个中华台北队，不对，他们非得叫台湾队，一赢球，这帮政客立马就出来蹭台湾之光喊的是震天响。要是说呢，你看他们还出来吗？那跑得比兔子都快。前年的那个奥运会也是只要有这个选手露脸，
民进党那个官方账号第一时间就蹭热度啊，把这个体育场当成他们的政治秀场，把辛苦训练的选手呢当成他们的宣传工具，把咱们这个岛内老百姓当成了看戏的傻观众。这种行为说好听点吧叫作秀，说难听点就是政治碰瓷儿。人家霍诺德呢是来爬楼的，不是来给你赖清德的台独路线图背书的。那接下来就说说赖清德这个人这个家伙以前那是相当的狂2017年在这个立法院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拍着胸脯子说自己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那个时候呢是明读，是硬着来。现在呢当了领导人了，知道硬的不行，知道美国爸爸也不让他太挑事儿，知道大陆这边的反独大棒举得高高的，所以他变了。变什么了？变成了伪装者。你看看这次发文他没有提主权，也没有提抗中，也没有提那些激进的口号，满嘴都是美丽的小山、热情的风景、感动。这叫什么呢？这叫柔性台独，也叫文化台独。他披上了一层温情的外衣，试图呢用这种软绵绵的话术来降低大家的警惕性。他的潜台词就是你看我们岁月静好，我们热爱生活，我们跟世界玩的挺好，所以呢我们是个正常的国家。这种手段比那种直接喊口号的其实更阴险。他在潜移默化的塑造一种两岸互不隶属的认知，他在给岛内的年轻人尤其是那些不太关心政治的孩子们灌输一种天然毒的迷魂汤，让大家都觉得台湾就是台湾，中国是中国，咱们只是邻居。甚至连邻居都不是，就是两个完全不搭界的外国人。但是我得说一句，狼披上羊皮他还是狼。赖清德骨子里的立场变了吗？一点没变。他所谓的务实就是能骗一天是一天。他所谓的温情呢，就是糖衣炮弹。对比他之前竞选时候强调的那些互不隶属的论调，你再看看今天这个让世界看见101，本质上都是一回事都是在这个国际社会面前拼命的刷存在感，拼命的想把这个台湾问题国际化。好像只要这个霍诺德爬上了101，全世界就承认了台湾独立似的。这不是自欺欺人是什么呢？有人肯定会说这民进党当局为什么这么容易蹭这种热度他们不累吗？累他们这是不得不蹭为什么呢？因为家里面揭不开锅了，只能靠外面吆喝来转移注意力。你看看现在的台湾2026年里这个日子过的那是老太婆过年一年不如一年。2025年台湾的 GDP 增速掉到了 2.1%， 这个数字创下了近10年来的新低。以前还吹什么亚洲4小龙之首，现在呢连个龙尾巴都看不见了。制造业大出逃那个什么台积电被美国逼着去了亚利桑那建厂，变成了美积电。这岛内的产业空心化是越来越严重那除了这个经济不行，赖清德这个位子呢也坐得不安稳。他跟这个蔡英文那个派系那个新潮流系跟他面和心不和。这双方在这个人事安排上那叫一个明争暗斗。赖清德呢想换自己人，蔡英文想留自己人，这内部早都乱成一锅粥了。在这么一个内忧外患的背景下，这赖清德怎么办呢？他拿不出政绩你说经济搞不上去，解决不了缺电缺水缺蛋的问题。你再说这两岸关系被他搞的是兵凶战危，所以呢他就只能搞国际作秀这就是他的救命稻草也是最不容易出错的安全牌。只要有这个外国人来不管是爬楼的、唱歌的，还是那些过气的外国议员，他都得像看见了亲爹一样扑上去你们来了就是支持台湾民主，你们来了就是世界看见台湾，以此呢来忽悠岛内民众。你们看我赖清德虽然经济搞得烂，但是我外交搞得好那这么多洋大人都来给我捧场。说白了这就叫出口转内销，
用这个外部的虚假热闹来掩盖内部的真实衰败。但是这招有用吗？老百姓又不是傻子啊！你爬个101，我工资能涨吗？你跟霍诺德合个影，我房贷能少点还是咋？你让这个世界看见台湾，这世界能帮我交电费吗？不能。所以这种蹭热度吧，它就是吸那个玩意儿，吸的时候吧挺嗨，觉得自己挺牛，这药劲儿一过啊，面对一地鸡毛，只会更加痛苦。那回到这个新闻本身啊，霍诺德攀登这个台北101，咱们是有一说一啊，这是个极限挑战的壮举啊！他挑战的是物理的高度，是人类的勇气，这没毛病，咱们是该鼓掌鼓掌。但是这绝不是挑战国家底线的借口。赖清德和蔡英文啊，试图把这场挑战呢变成一场认同秀，试图借着国际关注呢，制造台湾是一个国家的舆论氛围。这就像是吧，在悬崖边上跳舞，看着是挺刺激的，其实稍微一阵风啊，就得粉身碎骨。这个101大楼再高，它也是扎根在中国的土地上；这个风景再美，它也是中国山河的一部分。这道理啊，比那508米的大楼啊还要硬，还要真。好啦，今天就聊到这儿啦，我是小兰，我们下期再见。